嘿，这么薄哦，薄，透光的，那么薄，里面还有6、7层。他们还是现场用煎的，脆口的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每次到这一刻，我又开始罪恶。哦，超过我的公分数了。好假啊！要再来一颗水晶饺。送你3个字，我不管。我们今天来到的是鹿港。哇，这个天气真好啊！这一次呢，我要带你去见一个我25年前呢我就去过他们家的那个美味呢，一直到今天呢，好像还在嘴边。会不会让20几年没有见他，你会认不出来？天喜力哦。而且我不用这啦。不，你可能比你爸看哦。再来呢，我要带你去吃一个不一样的米蝶，他们呢也把跟冰结合在一起。哑巴说了，这样吃起来不会怪怪的吗？好好吃哦。哎，真的好好吃哦。再来呢，就是真正的鹿港特产海鲜限定，你吃了就会觉得说这样也能吃，这样也能吃哦。独一无二 ，Only One。哇，这汤越来越香。这不感官哦。一米来2箱。待会我带你去见见一些老朋友。见这个老朋友，我们手上这样子空空的好吗？所以现在待会呢，去找另外一个老的朋友，把一个老的滋味变成当代的滋味。哇，叠在那个云层里面，我们就带着满满的礼物去看我们的老朋友小人类出发吧！伴手礼就要找到最厉害的，而且这一间哇，不得了哎！是，哎，黄老板好，你好，小郑威哥好。这个最传统的是咸蛋糕，咸蛋糕口味，这个水蒸蛋糕都是用蒸笼蒸出来，这个是很传统的一个文化。吃咸蛋糕，这个有一些人他觉得说，这个是阿嬷时代吃的东西，对，他觉得 LKK， 对。那年轻人喜欢创新嘛，所以我们大概20几年前我就把那个口味做一些延伸，像抹茶哈，这是女孩子的最爱，抹茶就跟红豆会结合在一起，对。黑糖我们中间也在加的那个葡萄干，让他觉得有点层次感。麦它是最对味的。哎，这个到今天早上刚出炉哦，哇，好厉害哦！老板，那你这样算是第几代了？我在这家店20几年了，中式的这一些所有的这些烘焙是我故宫那一边哈，他们在做。哦，所以你就接下来了。整理完这个房子，然后希望卖点文化的东西，跟鹿港漂亮哦，跟鹿港有一些结合。真的要老板有心呐。是，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推广。所以老板，今天我们有让他品尝一下，可以。因为我们要送人家，对，因为我们要见几个老朋友。哦，既然要送的，我想干脆带小顺跟威哥啊，去实际上去做干。里面所有蛋糕，咸蛋糕是最高纲的。对啊，成本应该也最高，因为那5把对不？对，中间还要先把那个肉先炒香。你的肉不够香哦，它那个咸蛋糕还没有办法好做，相对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打得那么好。昨天有睡饱嘛？因为今天这个炒肉还真的要费体力的。哇，你放心，体力刚好。OK。咸蛋糕用的这个肉啊，哈，也从那个市场采买回来的，这是温体猪，要炒这么多量，那我们就用一点点猪油，哎，这是纯猪油，纯猪油。那通常哈，我习惯我会先把这个油脂部分先把油脂哦，你还有分那个瘦肉，这样才会吃起来柴柴的。哎，拉呀，来，那边他打个酱好你打，你看我对你话硬跑，先个漂的。你光要炒这锅，把它炒到透就已经也要超过半个小时了。在我们等它炒熟了之后，还要把汤汁收干，这个过程是繁琐的，是，所以不要以为你吃一块蛋糕那么容易。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参与的从蛋糕出生到它圆满。咸蛋糕因为啊，它的整个蛋糕体，它不需要有很多的油去哦，对，因为它已经你进电烤炉烤的时候哈，对，它需要加多一点油，把那个水分把它保持住。电炉它就是干的环境，那因为水蒸气的环境之下，它不需要做这样。是，差不多了哈。那我来瘦肉下去了哈。好。
哦，那我的习惯是慢火慢慢的跟它炒，是全比较能够熟透均匀慢慢有一些汤汁会出来，肉跟肉本身呢有一点点分离状态了，再跟它加上这个佐料的时候啊哈，比较不会产生不均匀的现象。来，我们看老板呢，对这个展一下他的那个来，他的方法。用这么长，主要是希望你可以2只手这样子。哦，那个比较省力一点点，比较省力一点点。刚开始来讲，火会稍微开大一点，让快速呈现出那个8分熟左右。然后呢，慢慢的有一些那个汤汁就会出来了。主要你要让它所有的肉体啊，它已经变色了。那其实，在这一段哈，没有办法节省的。对啊，那就一定要因为它有这个工序就是要。好来，轮流姐，哎呦，渐渐的有那种疏松的感觉了。大概差不多这个时候哈，我们就慢慢要放掉佐料加进去了哈。哦，这个应该感觉有点中药材在里面哦。我刚刚闻到一些是味道，五香五香。哎呦，它的整个疏松感已经出来了。每一颗肉粒呢，慢慢它会出更多的那个汤汁出来，再继续把它收干，那大概就完成了我们的步骤了。哎，汤汁来了，汤汁来了，肉汁开始哦，肉汁开始出现，赞的。出来的汤汁慢慢再收干，就差不多了。煮这样，我哋食啲传统嘅迄个糕点做。鹿港人，我鹿港人，啊，你也无啥抢，我鹿港囡啊，因为迄个为高中的时阵就去金正中学，九把刀是我是学弟。哦，那个不好意思呢。没，客气。那我们把刚刚我们炒过的咸蛋糕的这个料啊是，我们现在来把最后的步骤完成。小孙他您来不？我扮演金童，这个是出火 ，OK，那个这样淋上去，然后这个再铺在上面，对，上个是这样。哦，好你把它铺的让它平均。哇，它好香哦！我们刚刚炒完怎么这么香？真的很配合霸掌那个内馅，霸掌好不好吃就在它那里面的那个料炒的香不香？好弹哦！香扣吗？这些全部这个都是哦，全部哦，这个我们，威哥你是不是试试看？好，有没有什么方法？你就顺着这样倒，这样啊，道义有道。非常道，我在乱道，你胡说八道，这样可以吗？可以，全部都来哦，全部都进去。这后面这边我来效劳一下，来，很少人说他要效劳的，老板自己说效劳的，对啊，哈哈哈，你好老，对，我想说他这种要求也是第一次听到，老板几年次的？58年次，哈哈，闭嘴，旁边有一个更老的。我们造次。来，那威哥你们试试看。好，我就把它铺平，就是这样的。对，我们待会那个表层还再撒一点点油葱酥。这样你觉得 OK 吗？来，我来一下，那个边边要刮起来。好。对。因为那个边边没有刮起来，等一下会影响脱模。以我高中的时候，我有去做建筑业，那个水泥灌进去呢，不让它有气泡，在旁边要敲一下。对，没错。你看是不是有气泡跑出来了？哎，真的哎，因为你在打的过程当中，就这样子。哎，好厉害哦！你看，马上真的哎。那这个无所谓，它等一下进去蒸了之后，还会有变化，自己会跑平。来，这欠缺的这个灵魂，再补上去，油汤。小顺，你要不要试试看？来，他最有灵魂的，他都可以跟灵魂沟通。那个要敲它才会平均下来。没有，这个用撒的。用撒的，用撒的，也是跟刚刚一样，把它平均化。对，平均化。那一下稍微动一下，动一下，要不然它那个地方呢，一戳都在那里。这个油葱酥它恰到好处就好。就代表呢，小顺的身体还是很好，你手没在喘，你那手也喘，那就撒的平均。我都不是洪都拉斯，有一口。哎呀，小顺果然厉害，能够撒到这样算不错的。
我们通常大概都这样。哎那这个就是咸蛋糕，它最后的那个步骤就这样。是，那这样蒸还要再多久？这个还要再40分钟。直接哦，这个哦，方便了，蒸炉。两位都这么辛苦，我不会，我16岁，我不会。对。我今天特别准备一些地方小吃啊，哇，很好意思。来招待大家。哇，琳琅满目，满满一桌。这些都是排队名店的小吃。啊，你会有什么样这样的想法？对，要把它们聚集在一起。这样讲就要从4年前的那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鹿港这边也没什么游客，开始在推动这个国旅的过程当中，为了让旅行社可以很方便的品尝到贴近在地人民生活的小吃啊，那我们就想出这一套的策略来。尤其是参加国旅的这个所谓的团客的行程，是他没有办法。那我们只有这样协助旅行社来推这个国旅。今天呈现的这个，其实每个人只要450块钱。他就可以吃到这些所有排队名店的东西啊！要有多少人？这个是那个，只要10个人都可以一次把所有的排队名店的东西都把它吃到。像我刚们吃到的就是水晶饺，它的那个抓腌的方式就是完全就是不太一样，就那种古早味，它的那个苦中间馅料的味道也不太一样。对，那重点是它的皮带有一点 Q 弹的，很 Q 弹。这个是他从那个清光绪年间他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产品。这是我们鹿港有名的这个蔡德记水晶饺，而且它中间那个调料一点点甜，对，它感觉呢就是好像给你一点甜头吃。是，好吃。小春现在夹的这个是我们的黎明堂素菜卷，这好方便哦，你等于不用做功课，全部有没有排队？没有。对，黄老板帮你排了。它的外面的那个豆皮，好香哦。它的这个豆皮它炸到的酥度刚刚好，有豆皮的香，而且它高丽菜的水分也刚刚好，对，还是很清脆。因为我还蛮推荐它专门沾的那个辣椒，这个酱很好，很厉害。这是他们家自己家特调的。对，对，就在外面也没有。那这个是我们鹿港菜市场那边很有名的肉鸡爪，哇，你加肉鸡也不准啊，那你是不是探钱啊？香。它也裹了一点粉，然后用手敲的，所以呢每一颗长得不太一样，那种情感就不太一样。我觉得它的肉质比较滑嫩，它应该也除了鱼肉，然后还有肉，它里面也是有鱼浆，而且中间还有一点呢鱿鱼。哇，它提味提得很厉害。这是我们超过50年的老店红梦米蒜狗。依照我个人的那个偏好，对，凡事都有回头率的，但是你刚刚车子已经开过去了没有？会再返回头，会再转一圈的。我觉得要再来一颗水晶饺，真的哦，那水晶饺很强，很强。它水晶饺旁边的丸子也厉害，那个叫炊丸，我给你讲什么爸妹啦哈？没，炊丸要过来几条不？我是一定给我叫2条的啦。而且我好喜欢它水晶饺，一咬开，它的是那种古早味，我们所谓的就是中药行抓的胡椒。像那个胡椒香，其实就是，然后水晶饺它煮好之后，它大概差不多在15分钟左右把它吃完是最好的。因为它泡得太久，它皮的那个弹性吸水分之后膨胀，口感就会稍微弱一点点的。真正的主角，这个是我们刚刚蒸的咸蛋糕，刚刚我们炒的那个料，它很明显就是那种绵绵的，它好入口，好入口。那这个是纯红糖下去做的，我们中间加一点葡萄干，其实这个提味的效果，效果，他们两个这个连接度非常，带有一点点酸性，好像叠在那个云层里面，舒服。那个忍不住，因为我看很远哦。对，有一个甜汤。有。我那口水明白。这边流。来，对，拿这个。不好意思，小顺，你后面还有吃的。后面还有吃的，对。好，那我只能送你3个字，我不管。我就等一碗先吃完了，我不管。花450块，你就可以把鹿港所有名店的东西都把它吃下。伟哥，我要米苔木，这个米苔木。来吃鹿港小吃宴。
让你天天都怀念。辉哥，嗨，小当我路过这边，有一个呢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吃一个呢在地最厉害的蚵仔炸。有一位许先生似曾相识啊，这个是多久以前的？25年前，哇塞，那时候比现在老一点点。66666，你好，欢迎回来找老朋友。今天多年不25见年前， 25年前，哇，哦，这是你哦，啊，你那无保养一下啦，不，你看起来比恁爸较老，但老板娘都没有变，你是啉足济哦。哦，没救。那你对那时候还有一些印象吗？当然了，因为当时也都跟海鲜有关系，都是吃跟那个蚵仔炸。听说还有专门在对付蚵仔的一个在地小吃，别的地方没有在吃的。帮我们介绍一下，看一下。科罗科罗，专门在吃蚵仔的，所以它算是害虫吗？对对，像这个蚵仔对不对？它会吸住，然后把壳吸开，它有一只尖尖的可以穿进去，对，慢慢吸。把里面吸了。对啊，所以它现在整个肚子里面都是蚵仔就对了。对，它变成科罗，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没有吃这个是？只有我们这边才有。啊，这边按照了力，炒那个沙茶，啊，我们要自己把它挑出来，这样要用热水哦，浸泡一下，然后把它挖出来，挖出来。再炒一炒。哦。OK， 哇，这么久没有见面，真的要保养。要。你讲我跟25年前我什么改变？没改变，差一点点而已，还是那个脸四角形的。啊，脸是四角形的，脸如果变成八角形就厉害了。从阿公那一代交给妈妈，再交到了现任老板，这样子就将近100年。那你看哦，它这个鹅啊，长发毛港的超哥，这就是什么鹅？这人叫做金珠哦，这是好等级的呢。看起来不但也很大一米哦。有啊，这个比较外海。啊，这个骨较变较大条的哟。因为现在东北季风哦，大部分都比较小颗了。哦，本来应该会更大颗。对，现在风性还比较小。对。看到你皮那个较薄它薄哦，先有这边混。咱也再来米高黄豆下去搅拌，调整看嘛。这个一起混，磨一下浆。来磨浆。啊，这个怎么办？我帮你看。哎，有纯米下去磨。对，纯米，还有这个黄豆，还要搅拌一下，那叫桥蕊。所以你说一个传统小吃，为什么他们家的味道跟别人不一样？是，他们有他们的坚持啊。好了，这样够吗？够，需要多少用多少。来，那小顺先来，1000瓦，试试看。先热一下，它会标定啊。它会焦变压。啊，这一起我20几年前就还记吗？哦，有历史啊呢。差不多哦。可以啊。然后这个米酒一点。对。哎，我都挑大颗的，挑了3、5颗哦。哇，好细心哦。因为我喜欢吃大颗的。然后这个再撒一点点。对。还佫无嘞嘿。怎么？哎，大哥，你几岁时阵就开始伫遐这煮啊10几岁，16、7岁就会炸了？30几年啊呢？炸几，差不多40年哦。哇塞！小顺迄当阵来给恁报了后，恁就是开始名都开始那种肉生意真好，谢谢小顺。本来你圣公地方小店，这边变成全国知名了。来了。哦，辉哥换你来一支。好，来。其实呢，可以帮我们台湾小吃哦，去争取他们的知名度，那也是我们的荣幸哎。真的。哎，年轻人可以挑大颗的哦。哇，3倍。我会发现你看你封起来，我跟你讲。安尼啊，你个看啦，太狗了。真的，老板都不阻止我呢。今天就要让你爽。这个老朋友呢，看到那个海报，我就觉得说哇，
我们真的是从那个年代就开始在努力了。人生有多少25年？你说25年前，我现在出道也还没20年。哇，这两个比较贵哦。歹势啦，我呢就姑姑喊他来一届。对啦，对，注意就好啦。安尼好啦，我慢慢做伤侪粒，啊无互你在那了钱。可以啦，可以啦，哎，这老朋友。新鲜上桌哈，是，而且得尝到那个科罗。古早味的蚵仔煎，听说他们做的比较厚实，对，像披萨一样，就是看起来就很扎实。是，西施蛇，西施蛇。那我们先来品尝我们。我们刚刚自己的。对。老板，我这样有几分差不多8分， ？8分。那我嘞？啊，满分100分哦。也差不多8分。我也差不多8分有。啊，所以你自己做了几分？9分。他老婆做了几分？9分半。 9分半。哦。对，可以沾这个酱料吃。好，蘸一下，蘸一下。先感受那个皮的那种感觉，它好像也没有加糖，没有什么哈。它皮跟吃起来那个脆感，真的有那黄豆香哎，而且比较轻盈，接近饼干的感觉。经过时间的一点点停顿，它才变比较硬脆一点点。但是里面那个酥的感觉，香气也是非常饱满。那个脆皮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对。新加坡起来，真的是外皮酥松脆，里头汁开胃。他们讲那个珍珠藕，那气味还真的是很有海味。它跟韭菜，它那个水分跟咬下去那种爆浆的那种感觉。来，那个披萨来一下。好重哦，怎么会那么重？太扎实了。你先拿一个，我先拉一片这样。啊，这个沾这个也都可以，不沾也可以。可以吃原味的。就是那个口感，它特别酥，然后中间带一点点 Q 感。那个粉是不是地瓜粉？是的，特别 Q。对，难怪我真的有弟弟的感觉。不是花花的感觉，那个是弟弟的。真的，这个就是刚刚那个科罗了。很有咬劲哎，想必它吃起来也有鹅啊的味道。来西施蛇，哎呦，这个韭黄而且它加上了洋葱，好搭哦。就洋葱的那个清甜，韭黄的那个香脆，啊，最重要它那个西施蛇的带一点那种海味的鲜味，哇，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哎。因为尤其呢，它这种呢西施蛇这样的一个肚子啊，咬开里面的海里的那种味道都还在，好酷，好好吃，好吃，够甜。但它炒起来好甜哦。对啊，我曾经在一个路边，看一个槟榔西施，到后来我才看到，哎呦，他还在，经过30几年了，从西施变成西施蛇了，不断的等下蛇来收去，蛇来收去的。还有蝴蝶袖的西施蛇有看过？先生，50块吗 ？OK，谢谢我们允哥，云嫂，小姐，谢谢2位。在这个传统产业里面看到老朋友，看到他们家呢一代又传一代，看到自己的墙壁上的老照片，其实只有一个想法：珍惜当下，什么的美味，今天吃起来那才是你的。很多老朋友都在这里，对，把刚刚的我们那个水蒸蛋糕，就拿来送，沉甸甸的，很有分量。对。那个阿公阿妈、大哥大姐，今天在做活动，正在做活动呢。假爸喂，好，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提拉米苏酷刑微运动。我跟大家说，很像提拉米苏的感觉哦。这一套体操呢，我们到全台湾超过50间的机构去做一个巡回的演出哦。因为他们是一个公益团体，是。怎么后面这个有2位先生？
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小郑跟威哥，对对对，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会带长辈来体验一下提拉秘书，你们要不要一起？好，来。那第一个动作是我们的提，就像我们在穿裤子一样，我们要把我们的脚提起来。提，对，请大家帮我把你的脚跟手这样子拉起来。哦，拉起来。OK，这个好。好，来，再换另外一只脚。对，这是提的动作。对对对，很好，再一次哦。来，再把你的脚提起来。请帮我把你的身体往前推，手往前推出去。然后再推回来，再一次往前。那等一下呢，我们的工作伙伴可以跟我们的长辈一起击个掌，往前推，对，加油，来，再一次来，2，换手，往前推，我来，再一次哦，来，来，哦，就整个点，来，哇，大出来，对哦，来，手背起来。来，好 ，OK， 哇，这个是我们的提的动作，来 ，OK， 注意哦 ，OK， 好，那接下来拉的动作呢？请大家帮我身体往前，然后我们的手呢，要像是小鸟一样，帮我往后拉，像是我们穿裤子，裤子要拉起来的感觉哦，再慢慢放下来，拉开来。漂亮，那再来我们的提拉密的动作，密就是要密合，好，把我们裤子穿上来之后要密合，好，等一下呢，手打开来，脚伸直踢出去，手打开的时候，请大家要喊一声，嘿，可以吗？可以，来 ，OK， 来，预备，1、2、3，嘿，好，再来，2、2、3，嘿，很好，过来，3、2、3，嘿，大概做回来哦，4、2、3，嘿，漂亮。我们提拉密，最后一个是什么？舒 ，OK， 那舒的动作呢比较舒缓我们的筋骨，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们要坐到我们的椅子上，请大家帮我把手呢放在膝盖上，上面这一只手往后打开，身体往后旋转。好，再收回来，眼睛要看后面哦。再一次往后旋转。好，接着我们换另外一只手再上，往后旋转。对，回来。对，很好。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提拉秘书的酷行为运动，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也再给自己一个最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好棒哦！好棒！那我们待会要跟大家玩小游戏哦。好。那个老师，这个提拉秘书是你们一直在推广的内容吗？对，因为我本身的专业是职能治疗师，那我们就发现很多的长辈他在如厕上面都会遇到困难，所以我们就把长辈的如厕的运动变成是提拉秘书4个字的口诀。而且阿公阿嬤呢，我看他们做的很开心呢，是啊，脸上都有很多笑容。对，希望可以带给长辈难忘的回忆。是啊，接下来还有小游戏要玩，而且是有怀旧性质的，因为长辈最喜欢怀旧概念的小游戏哦。这边我们会带长辈来玩打弹珠，然后只要参加的长辈都可以获得这个包大人的晚安裤试用包，以及让他们可以放一些小药瓶的收纳盒，这是参加奖嘛。那如果今天长辈在 Hokia 这边打中3颗弹珠的话，可以获得我们的大奖飞朗收纳包，可以让他们背在身上。哦，这么好。对，所以参加就有奖。没错。老师，你要不要先试看看？我先试一下。对。好。哎呦，Hokia，天空假巴黎。来，过来。来。我假巴黎啊！哎呦，大吉大利，来哦！去，假巴黎来，过来一个。哇，健康。最多的是健康。看看你的运气怎么样？好，起来喽！起啦！来！哎呀，来，武器不有一个了，这2个就有了。2个 Hockey 啦！来，飞龙在天，2颗机会来喽！下一个 Hockey 啦！差一点点，谢谢，太棒了，谢谢。哎，不能赖皮。但是我们是帮那个阿公阿嬤争取，要争取。留一些给阿公阿嬤。下面一位，
1、2、3，快起来！哦，来，哎呀，好奇，对啊，哦，来，这个真的有啦，这个差这样，过来，看起来有这机会哦，中大奖，这是个背包，会使让你拍物件，来，三行拢有，加高，加好哦，这个比赛吼，来，好，我慢慢坐，安尼你这样算吼，1、2、3，好来喽，1、2、3，哦。好起来！来，哎呀，看小花，来，过来 ，Go！ 有，好球，1、2、3，来，袂使头食无来哦，正白嘞，安尼无紧，赶快录，再上给你哦。谢谢。对面还有一个游戏，对，也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手指的运动。是，高修哥哥这怎么玩？小顺弟弟告诉你好。我们看到今天的长辈几乎都是坐轮椅居多嘛，对，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游戏呢，是希望训练长辈的手指跟手腕的反应，有没有？他要出力丢这个飞镖嘛，对，手眼协调哦，对，手眼协调，然后这个是磁吸的飞镖，我们这样丢过来，它就会吸住了。好，是多少分数才有大奖？我们要正中红心，有长辈常郑重红心，这不简单哦。我们今天的大奖呢，射中红心的大奖是这一包哦，大包很有诚意的大包的晚安裤，包大人晚安裤，让长辈们晚上穿着好睡觉，可以一觉到天亮。转。其实它这个算不错，因为它的红心是不会转的。快要了哦。我中2包，这样算有，到中间这个就有了，到中间有，对。所以今天我们的小顺弟弟呢，就有一包晚安裤，来，我们就定位置，你只要射中这个铁片就有了哦。预备 ，Go！ 可以哦，中间，再来一点，再走。恭喜你，对大奖。来，大哥，第一支来，下来。我们手多烂，有多好？今天的有啊。过来。有了。来 ，Let's go！ 有中没有？有中，有中有，谢谢，厉害，身体健康，犀利。又开心又运动，然后有这么多礼物，对啊，今天过得真的是太棒了，执行长，这个是我们一个小心意啊，我们自己亲手做的伴手礼。对，我们刚才是花了很大的心思啊，好不容易完成了肉燥，请他先放在这边。好，谢谢，就把它交给你。那希望说你就继续照顾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好，犀利，没问题。现在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对象吗？是，其实我们机构大概目前有100多位长辈。那你有没有想要说要更推广一些什么概念给大家？这次活动其实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包大人品牌，我们提拉秘书这个健康操，就是包大人品牌特别为了我们长辈他们能够自行穿脱他们的纸尿布的动作而设计的这样子。对，让我们长辈他在生活中也可以有复健的效果。对，而且我们有行动能力的长辈其实非常有帮助，因为不单只是延缓他们的肌力老化，对，让长辈他自己上厕所也可以维护他的尊严这样子。是真的。对。包大人他其实非常的细心他有设计日间跟夜间2种不同的类型，吸收力。对，厉害。它是针对他的尿量不一样，还有他长辈的生活作息不一样，可以让长辈自行选择这样子。对，而且它达到他们生活及复健及生活的意义，很有心哦。对，而且他们品牌31年，他们还持续推广这个活动这样子。他们目的就是让全台的乐龄朋友都可以透过健康操，让他们生活动起来这样。好，动起来！要活就要动了，对，犀利。那我们的笑脸呢就出发了。你有没有听说过台湾3大贝壳庙？金山北部的，我有去过，蛮震撼的。
那今天来这边就是中部的，南部该不会也有一座吧？好像高雄也有一座。有没有看到现在右手边这些？它用钴老石，然后用贝壳、珊瑚，等于就是海里面有的，它应有尽有。哇，那蛮特殊的哎。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好。当初呢，就是有一个在地人叫黄其春，早年到台北去经商，是，他有点失败。他失败之后，他想说，那我再回去故乡彰化。刚开始呢是养那种观赏鱼，养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说可能我要到有个门市，他就到鹿港去开了一家呢卖水族的。那时候有赚到钱又想说再买一块比较大一点的地。他前面有做到自己的事业，突然间呢，他经常做梦，有长官呢指示他说，这块地要留一点地方，未来这附近呢有很多祖辈们，这个灵在这个地方，必须帮他们安置。所以他就留这样子。在那个梦中，好像有一些提示，好像有一些景致，让他画那个景给他看，海底龙宫的那种感觉，有很多的贝壳，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那种装置。所以他到处呢去买一些石头，你看这种有的来自呢屏东的那个肉沟球，这可能这边海边也有，就去跟人家买呢一整批的这种贝壳什么的。那在这边有三清道主来这边，我们要很虔诚的跟长官呢再拜一下。其实它就有不同的贝，然后这是砗磲贝，对，这个就是从印度洋那边来的，而且你注意看哦，它的这个龙的身上的鳞片什么的。你说要成就这么多图腾，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哇！哇，你这看，你这个还哇，哎，这是它的鸟瞰图，对，你看贝壳皆为原色哦，他特别去找，对，特别红的，而且这个最好不要去摸它，是，因为这贝类它也比较脆一点，对，你一摸它它就会断裂，哎，这边有没有吃过的凤螺？对，有我们刚好熟悉的哈，还有的是这种扇贝的，哇，这个我这个你看它的整个这个密度，哇，那个歘歘那个感觉，而且它要挑哦，栩栩如生，对，挑那个整个像剑触一样的，哇，这个太难了。你看这整个地宫很长哎，要再重新打造一个，真的是不可估值了，太难了。就很多我们台湾有很多素人艺术家，他本来他就不是做艺术，但是呢，在某一天某一个梦境当中，就有这么多的提示，让他去超越自己，然后完成所有梦。这是我们鹿港的家，太熟悉了。对，因为舅舅也来，你妈也来。对，咱家看落去，啊，有迄个钱哦，咱鹿港的龙山寺非常的水。好棒的！看到他，我就是有点想要下跪的那种感觉。待会你要想个办法，好好的呢忏悔，好，然后补偿人家一下。怎么办？刚才不小心把它弄破的，我们会负责到底，好吧？神秘负责啊！欢迎各位，这是我们的鹿港的亲戚的。亲戚对不对？欢迎。对。上次打破你那个杯子，真的不好意思。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妈妈不是故意的，妈妈。我这里可以妈讲两句话，他妈真的是故意的，真的，我讲你。他很会那个叠杯啊。他这个要打字手边。哦哟，哦哟，哦来。这样，然后按白兰花，对，按白兰花，对，接住了耶。听说呢，对你们这一阵子好像也有新的一些变化，哎，推陈出新哦。对，我们像现在我们开始有导览的活动，明天这个很重要。对，明天早上你要早起，老师会带你们去逛一下老街，逛一下龙山寺，是专业的导览老师。这个是免费的吗？对，这是免费的活动，只要来登记的时候先我们登记一下房号，那早上9点出发，然后
后是有几天的特定日期才有的。怎么会这么贴心呢？对啊，因为来到鹿港，来到这个古镇，一定要好好的为各位介绍。我上次一个朋友来，他住的饭店没有这样的服务，他自己按图施工，他以为保证成功啊，他就走进那个摸乳巷，对，然后呢，他以为有了，可以吗？不是，你跟他洗50、15啊，洗安装，摸乳啊，还没有，结果他走着走着就撞到墙壁，真的，因为没有人逃卵，所以有这样的服务呢，就特别贴心，而且能够听一些在地的一些故事是最好的。听说房型也有不一样，真的假的？这次特别帮你安排了不同的房型。你还那么愿意这样子对我打破你的东西？你看我就是回家嘛，对不对？以德报怨，不是，以德报怨，对，被你妈弄得头都昏了。那这样我要怎么报答你？当然你们有陪睡的服务吗？我可以来。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这次好不容易才跟呢金钟奖的评审说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啊，你现在不能再扣分了。那我们用歌舞来答谢他。你是要歌的多年前？对，可以。那也在啊。他的歌算是用惩罚，真的，甚至已经有到天谴的那种阶段了。天谴你知道吗？突然间会狂风暴雨打雷。对，等一下，那如果可以 breaking 可以 break 一下。我知道他的能耐在哪里。来，稍微送一下。来，又回来了。有了，有，意识到了，意识到了，还是要这一种。那是没抛我，你回去那个腰练细一点再来。对，但是我要再一次重申一下，他妈妈真的是故意的。抛高，倒转，快转，翻过去哦，来翻过去。陶元牛，像我这擦屁混拿到没？听说呢，我们在餐的方面，也有很厉害的配合。是这个季节上，对，这个季节又多了。上次你们好像有吃了下午茶，我们来看一段 VCR， 请看。这周是咱鹿港的小吃，这有牛舌饼，有阿婆麻糬，还有郑玉珍的凤眼糕，然后鼎泰兴的水蒸蛋糕，还有咱玉珍在口酥饼，都是大家咱都讲上有名的那个名店的伴手礼。听说呢，姐姐今天有帮我们准备了非常厉害的晚餐。没错，但我现在也有忌口，真的假的？我只吃好吃的。好吃，我们的非常好吃。晚餐之外，像明天的早餐，我上次你们来不是吃了矿肉饭，你记得吗？有，对吗？没错。那个矿肉饭的名称还很长啊，矿的浪荡，锦东肉，嘿，矿肉饭。你们听过陈耀迅吗？世界面包冠军，他的那个蛋黄酥哇，很厉害呀！对，那个不是你有钱就买得到，真的。他特别为永乐酒店，只有我们才有特别定制的特制款的限定面包。何德何能啊！太棒了，真的跟上次完全都不一样，不断的推出新款来回馈给我们的客人。太棒了，这样回头率就会很高了。对，永乐，永远欢乐，永远欢乐。对，没错。鹿港嘛，大家都会去吃外面吃小吃，但是有时候客人逛累，带小朋友逛累不想出去，那我们就推出了一个有中式的牛肉面，有西式的汉堡，又有薯条，小朋友应该都会很喜欢。那这个是一个套餐。那是红烧的吗？不是，这一碗牛肉面是清炖的，是不是看起来它就像是啊？没有，它是牛骨先烤过，然后蔬菜先烤过下去，熬了4天4夜。哇塞，你现在出新专辑了。对，所以它是清炖，但是它颜色让你看起来好像是红烧的感觉，这有点像牛小排的哦，是不是？真的不一样，对不对？很厉害哦。像有时候我们喜欢红烧，就喜欢它的牛油的那个味道，但是它真的算是骨头蔬菜的甜味。而且你看它的肉给的超多，带一点牛筋。是它是我刚好最喜欢的那个部位吗？那个熟度，那个软度，对，透，但是还是要保留一点点那个肌理的嚼劲。对。
好香哦！真的，一咬下去的时候，它是那个牛肉汁喷出来的，而且这个拉面非常有嚼劲的哦。好好吃哦，这可以拿去比赛。真的吗？它的汤头呢，香气足，但不腻口。我这是我觉得非常高级。而且你们这个蔬菜的酱汁，我也觉得很特别，真的，还有荆棘吗？还有对，烤的那个酱汁去寿司去调。这个汉堡听说是特制的，对，特制的猪肉汉堡，它的肥瘦比是3:7。一般听懂比较瘦的叫做3:8，对，但这个3:7，对，3:7，就是浓鲜合度刚好，刚刚好像您的身材一样。哎呦，就像在家里自己做狮子头的做法来做这一个汉堡，这么厚，对，在我嘴巴要张这么大才咬得下去啊！好，这个薯条好吃，吃起来薯薯的，哎，有薯薯的味道，薯薯，好香好吃。有没有？是不是？赞哎！有喷汁的感觉，因为那个瘦肉饼是非常好的，但它刚刚好咬下去，那个肥呢，反而增加那个瘦的存在，对，恰到好处。因为小东，我刚刚看到那个横切面，你是不是咬下去的时候，它那个甜味整个就跑出来了？才甜味，我咬到猪屁股，它也叫了一样。真的是好吃，你咬这边，够大。那你注意看它中间那个肉的一个存在感，密康康，哇！每次到这一刻，我又开始罪恶。我每次看到呢，我们摄影组的几位大哥一直在吞口水。对，在旁边吞口水。人家真的要好好品尝一下它那个猪肉汉堡，除了肉汁整个喷出来之外，主要还有它的那种弹性，这不太一样的。但是就是有那种手打肉、手拍肉的那种，就是打狮子头的做法，没错。而且我觉得它那个 barbecue 酱刚刚好，咬到你旁边能够吃到你的口水，跟你一样帅。哎呦，哇，原来你让我多咬几口好了。上一次我遇到你们那个6棒之一王子棒，他说你看到我是不是觉得我在你身边更衬托出你的丑？因为他更帅。对，因为他们都很帅啦。我们真的认真吃哦，认。好，我们慢用哦。空气是新鲜的，它这个闻到的这个感觉真的有熟悉感。待会你看到那张小桌子上面的杯子，更有罪恶感。没有罪恶感，就只有满满的感动。因为那时候呢，他给3个，现在他知道你对今天你妈可能会再来，还怕打破，他再给一个。而且呢，我们上次是有合适的，这一次就是家庭房，走家庭，2大床，而且窗户一打开，龙山寺，这算是国家1级古迹了。你这样子看着它，感觉你整个就被保佑的那种感觉。在这样的一个古城当中啊，发思古之幽情，是让自己呢有一点的醒思，要醒思哦，对，醒思，噔唱，不是这个诗。那个是狮，是铁狮，玉玲珑，犀利，刚，而且你看，他们就会放一些在地的黑糖桃酥，浴袍。你看看上面有什么图腾？哇塞！哎，有看到我们梅花鹿，哇，还有看到我们的人力车，哪里？你看，所以庙、鹿港的这些街道、巷道、文化传承，甚至这些人文背景，很多的这些图腾都在里面。那这怎么办？这个会如果想要拥有的话，告诉你好消息，这一包可以带出去。哦，你可以带走。对，这个就这包你要留着，请到柜台查询。哇塞，这个太好了！你看。舒适的不得了，对啊，太舒服了，太美妙了。好，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休息一下。来，1、2、3跳水，来，1、2、3。我靠！
昨天睡得怎么样？睡得好舒服啊！数周以来第一次睡到自然醒嘛。没错没错，我也是呢，非常深沉的睡。而且早上起来看到呢，这个面线糊家乡的味道。这个面线糊了吃了之后，祝你今年过年把把都糊，想糊什么就有什么。对，而且看它这肉羹有够大块，细致的面线，然后呢，哇，这个肉羹，而且一早我看到我们鹿港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来这边参访的，这个就是充满生机啊。我觉得鹿港的面线糊，它真的就是不管在勾芡跟那个面线上面，都是有些许不一样。它是今天呢，最重要的早餐的重点来了。为什么会有陈耀迅？陈耀迅是鹿港人，是，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陈奕迅在香港，对，陈耀迅在鹿港。陈耀迅并不一定能够买得到陈奕迅的演唱会的门票。陈奕迅也不一定买得到陈耀迅的蛋黄酥。先从这个叫软丝布里欧。软丝是那个能西亚吗？它只是说拉开的时候会有那种拉丝的。哎呦，我们那么拉拉看哦。看谁拉的长吗？来哦。有点烫。很长哦。哦，超过我的公分数了哦。这样子而已啊。来哦。我都快要站起来了。来喽。不能太快哦。这有。还有。一大早就在长寿面了。好假。哇，好香哦。它的那个奶香真的不一样，它因为它的那个面包都真的比较松软的那种，它越嚼越香。有个叫鹿港面茶小圆包，什么？有米蝶啊，米蝶放在里面。面茶又是过去整个海边的人生活的一个常民必需品，就像一个甜点这样。对啊，讲的叫我溃疡，所以他希望来这边旅游的人能够吃到它真正的故乡味道，很好吃哎。它那个米蝶有点像那种豆沙的感觉，然后包在里面，或者是有点像我们奶黄包的概念。来，我们看看米蝶可以拉多长啊？哎呦，那他们家的面包就好松软哦，真的超好吃，而且呢，假日限定。对，6日1。珍惜每趟旅行呢，应该可以获得的经验。我觉得这一次呢，这个米蝶面包又让我觉得有点惊艳了。很厉害哦，好好吃哦。内馅的那种滚动，不会输给花生馅，它的香气。因为他们说，他们现在外面有开放那种户外区。来，家伙，我看一下，这比克球哎。OK， 它就是蛮好玩的哈。网球的那个基本规则，跟网球的规则基本上一样，它那个场地不一样，拍子不一样，所以它就很好上手。听说你老婆是个高手，对，她下个月要去东京比赛，真的？对啊。什么杯？她好像是世界杯哎，真的？对，哇，好玩好玩。之前我还跟江宏杰去组队去打，越来越多全年龄层的人在玩。我觉得这个运动好玩啊，因为跑力去跑，在朗赛的时候，前面还可以这样。好吧，他们好像就是还有那个帮我们预约那个导览。有2种呢，可以让你选项。是，第一个就是他们有的脚踏车可以租借，是让你自己呢，可以逛鹿港。对，逛鹿港。那再来呢，找到专业的老师带你呢穿街弄巷，巷弄里面的什么故事都会告诉你。你看，是每一条巷子就这样拐来拐去，而且我们待会会去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那其实你不要看哦，是这家家户户都有他们的文化，这个都是店哦。你说这边都是店家哦？对，以前这里是做生意的，很热闹。前面这位可是陈老师，对，陈老师你好，你好，你们站中间，站中间。
我们刚从路口走进来，弯弯曲曲的。是。以前人不喜欢住方正吗？其实九曲巷是沿着河道新建而成的。然后所以这里哪里以前是河道？对，哪一边？这边。所以蜿蜒的这样子。是，所以它可以防风沙、防盗匪。用空间换时间。听到外面有人，他们要走到里面，对，可能要来抢东西。是，我们一个关门串吼。了解。而且九曲巷有很多，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旁边的巷弄。是。等一下我们到前面的话，会有一个冲楼，它是一个制高点，在上面瞭望，它就有小进来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是，你讲话都很冲。对，不是，冲啥？你被冲啥？而且在冲楼工作的人，他们都只念到小学3年级。是。对，我知道那个怎么堆起来。好，那我们就往前走。好，来。哇，你看这个角度是不是很有趣？尤其像当时那个胡因梦来拍电影《碧海行道》，哇，就骑着脚踏车在这一边，太有 feel 了，悠步行街的概念。来，我们看一下地上这2块石头。这个是一个汽车的那个挡杆，前面是你别再鬼，你不能撞到我的墙壁。哇，是。顺哥太厉害了，真的吗？真的，因为鹿港是一个很大的商港，以前货物进出是用人力车，对，那人力车在这个转弯的时候可能会伤到这个建筑物，是，对，它就是防撞条的概念，是一个防撞。哇，这个应该也都超过200年，有100-200年以上的历史了。而且你看很厉害，它后面是有打那个弯度的，是没有错，是呢，对，就顺着这个建筑物的形状，你看这要花多少力气在那？对呀，慢慢锵，而且。这个花岗岩呢，还不是本地石头哦，这个有可能是当时的泉州白石。它跟金门的这白花岗、黄花岗是一样的啊。鹿港早期有3不见，不见天、不见地跟不见女人。什么意思？现在的中山路以前称为五福大街，道路只有5米宽，屋顶相连，看不到天，所以我们称为不见天。那以前的地是泥土地，那因为鹿港开港很早，乾隆49年开为正口，两岸贸易通商的时候，使用交通工具是帆船，帆船很轻就需要压舱，对，增加它的稳定度，就是用红砖、石板跟木头，运到台湾之后就拿来当建筑材料，对，地上铺满的红砖跟石板，我们就称为不见地。所以当时你看鹿港，哇，路上都铺满了红砖跟石板，这个很高级耶。但是这个都是近年都是新，对。不见天什么意思？中山路以前称为五福大街，对，道路只有5米宽，屋顶相连，就看不到天。对，整条路看不到天，所以我们就称为不见天。有点像上次我们是不是在什么石碇还是哪里？他们不是有一不见天街哦？对，就是依着山壁盖的那个房子。这边房子前面它就是不见天街。对，那日治时期日本人进来，他们战死的很少，病死的很多。那还有一段时间鼠疫猖獗，他们觉得不见天街的地下卫生环境不好，所以昭和8年市区改正就把不见天街给拆了，一边拆一进，形成现在的大马路。我们看到这一边，这个就是当时压舱过来的福州山，就拿来盖房子。所以鹿港有一条巷子叫做三行街，整条就是都说福州山的，因为当时压舱过来太多的这些建材。因为以前当时呢，可能台湾的那些山区还没有真正的去整过那些林。对，因为可能路还没开上去，所以那是一个自然林，没有这么直的木头给盖房子。是，福州山嘛，我感觉讲福州山咪太难行，迄是足直的都更较轻，可以免遐尼重去看人土地上重啊，地重都那么，天那么无代志。直啊，较轻啊。所以这咱就叫做圆啊，横梁，它叫做横梁，对。阿毛叫做牛啊，就是栋梁，但是看它放在哪里。是。哇，这个以前有天桥不容易啊。鹿港有8郊，郊是郊外的郊，郊是商业工会的意思。我们横跨巷弄上面这个跑马楼，我们称为11楼。以前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对。那文人雅士聚集在一起可以做哪10件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吟诗作对，泡茶，然后把妹。对，所以应该也有有琴棋诗酒画、花月佛烟茶。有没有发现抽烟、喝酒、赌博都有了？但是以前的烟就是鸦片烟大烟。但是很妙，他们把最好的茶放在最后面，柴米油盐酱醋茶，茶也是在对，所以他们真的是灯红酒绿就这边。对，我们刚刚讲到鹿港8郊，11楼是跟厦门贸易往来最大的商行庆昌陈家。那这一间等于是他们以前的招待所。OK， 哇，这个阿嬷竟然是住这一间，所以它跟11楼应该有点关系。就是文人后代。这边现在是庆昌的那个祭祀工业，而且好像商行以前在那个年代是不能随便开的，对不对？它算是要有政府认证。
就是有正式的，对，才能对口。然后他自己有些本身自己有船只跟大陆贸易往来，对，所以在我们的鹿港老街早期有很多的船头行，对，是宣导意思，对。所以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四方形的建筑物，就刚讲的冲楼，对。所以我们看到上面有个开口，底下有盗匪侵入，有宵小侵入，是不是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对，具有防御的功能。它叫冲楼真的是有意思，就比如人来了，你来冲下来，对，冲下来，一个金字旁在一个冲，是这样的，那个是枪口，是没有错。那个是枪，我们看得出来这边当时的一个重要性。对，那因为以前那边就海了，所以它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以前建筑物没有这么多，这个风真的小很多。其实鹿港冬天高港风就有来，风很大，但是进到九曲巷里面，风就变小了。你看那边有个墙上面牌匾，是它写的千和也是一个商号。我们再看一下这里，这里我们看到很多的瓮，当时喝完酒怎么用的？插花可不可以腌酱菜？可以，可以嘛哈。那以前人家生小孩需要买几坛酒或酿几坛酒，男生在弱冠之年开来喝的酒叫状元红，女儿出嫁配叫做女儿红。然后我们看到这些酒，喝完了瓮不用了，我们的老祖宗就把它砌成窗、砌成墙，然后既美观又采光又通风。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长条式街屋的房子，它很深很长，75公尺深的进深，然后大约100平。为了采光通风好，中间会有天井的地方就会有厕所。好，那房子这么深，最后面这间也会是厕所。那我们看到现在水泥封住的地方，以前没有冲水马桶，以前就是用茅坑那种塞哈。对。那塞哈是不是会有一个深坑？是。对。现在水泥封住的地方，以前就只有一块木板。那个坑满了之后怎么办？这是有职业的，就是职业的吗？常就说你这打赛。打赛袂套价对不？对，就可以的。打赛呢爱打两打，因为一打会抓，两打在平才会平衡哦。对。以前乡下人家农作，以前没有化学肥料，那个天然的雄厚。什么是天然的？这是天然的。对哦。有人在修。对，就是天然的是有雨碧的，有雨碧林钢的。经过的高温18万的这种9曲长，7的高钢。那乡下人家农作收成好了之后，以前的年代是以物易物，东西换东西，你必须拿东西来回馈给主人家。伊来打起一个爱个物件，人跟人换。你这个晒是好啊，好不？真的是这样子，没有真的，因为你我晒到人。你觉得这个东西多吗？不多嘛，所以你真的要跟主人家套好交情，真的要留给我们。不是只有这个哦，是我记得以前我们家是卖猪肉的，对，是。然后呢，我们的那一条街家家户户的喷，过年过节我们要送他们东西，是他们的喷才会交给某一个人去养猪，那个猪再给我们猪摊杀，是这样子，它其实是个经济循环。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做个就要用到米，对吧？对。所以我们鹿港就留下一句俗谚：鹿港人吃家死，放散换做米；真卡人有够腿，提出米换大肥。对，就是反映了当时的其实是互利啦，对，互相拢有咧得到一个福利。会不会以前你叫你去吃菜，其实是叫你去吃大米？对啊，是好事。好，那我们下一站去哪里？1楼。这边就是1楼，那1楼的话，现在是聚美食品老板买下来。那他买了之后，他其实要拆掉盖新房子。是。但是他知道了下郊的这个历史背景故事之后，他用修复古迹、自费修复的方式把它修复完成。但是我们看到，他修好了，为什么墙壁还坑坑洞洞的？是，保留原本的状态，让大家了解一下。早期的弹孔它不刻意保留，那子弹不是这样子打到地上才反弹上来的。这是日本人打的还是谁打的？什么战役还是？就2次大战那个我们这边跑空袭，所以我们很多那个民宅里面都会有防空洞。这个是一个传统的老宅，是隔壁盖了一栋非常有现代化，对，而且这个现在是素食餐厅。那设计师的理念，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像什么？就是有点那种太空船，是一艘船。有人说它像鲸鱼，好，来我们看一下，它上下像不像一个嘴巴？我们中间我们看到一个圆形的，有听过那个金鸡嘎鸡？这样子看，对，就是它上下嘴巴，然后中间咬钱。OK。
转到巷子里，后面九曲巷，前面我们看到的就是以前的不见天街最热闹的地方对，就现在的中山路。我们看到这个砖，其实以建材来讲，我们就可以判断它的年代。对，这是旧砖。这是旧砖，对，比较扁。那他买的时候，这面墙已经倾斜，它里面还把它加固钢筋。加固钢筋之后，我们看到它这边有比较现代一点的，它去找比较接近的，用抽换的方式。所以你看花了多少的心血。所以那个心力就不是说整片的都弃掉。所以我们常常讲，修复古迹比盖新房子还要贵。对，所以它真的是很有心，花的功夫更大，而且你很厉害哦。这个叫屋角。对，刚我对到别人家。对，所以在请人对我生财，对，这样可以就化解掉。是，就打给你摸呢。对。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他们每天出来就要念着对我生财，对我生财。没有时间跟岁月是做不出来这样的味道。是。这是自然风化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比较平整的，要吗？这个就是用抽换的。你看那个窗花，对，一楼其实最漂亮的就是在这一边哦。我们在鹿港一楼的景点照片上面就会看到这一棵100年的杨桃树，跟后面那个圆形的窗，圆形代表圆满，那有看到外圆内方，像古钱币代表富贵，葫芦的形状就代表福禄。这个一楼里面有个姨娘的故事，姨娘跟少爷恋爱了，那少爷要进京考试，那以前资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去了不知道能不能回来，那少爷就说我在庭院种一棵杨桃树，见树如见人，无事必即返，我考完试就回来了。后来少爷有没有回来？有没有？当然没有。那么漂亮的景，一定要搭一段很凄美的爱情故事。但是后来发现这段故事是后来因为观光的关系，一位老师去编出来的。杜撰。其实这棵杨桃树杜老师。杜老师，那其实这棵杨桃树是他们陈家后代陈汉默，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吃杨桃，然后就顺手把杨桃籽丢在庭院，就长出这一棵杨桃树。你看那个上面的结果，有这棵100年杨桃，这样子就是一户人家。这一户人家，对，所以我们一直强调长条式街屋的形式，所以一霸坪，所以中间你看有天井，那里面还会有楼井，就会让它的采光跟通风比较好。那以前不见女人，鹿港有没有女人？因为来这边都是码头工人嘛。以前鹿港开港很早，经济繁荣，有钱人很多。对，有钱人家的女孩需要裹小脚，把咖不能随便出门，那出门坐轿子。对，所以路上看不到女人。所以我以为是很多以前念书的时候就说罗汉咖，因为从大陆过来，那个又更早期对。连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那个规模，对，它这样子的设计就是说他们家是高饼世家，你看一个双喜，做一个窗户可以打开，叫做喜出望外，喜出望外，好有意思哦。其实他们都很讲究的哦。那鹿港的糕饼也很有名啊，以前的年代有时候三餐都有问题的，那鹿港因为经济繁荣，所以这种糕饼的那个也很发达，对。那老师，你说那些女生不能出门，对，她怎么样去跟其他那些大户人家交流？当时还没拆不见天街的时候，因为它2楼出来阳台，阳台就有斜坡屋顶，就是从2楼的阳台出来，女生在屋顶上面，不管晒衣服、晾菜干，全部都在屋顶。然后我要找朋友，就是这样子一间一间一直过去。屋顶一定有相连的。是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在屋顶上活动。真的。放学之后吃点心。玩耍就跑到屋顶上面去了。我们从老照片看到，一直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5、6年级的年代，屋顶就是我们的玩耍的空间。对，因为可能楼下一个比较车水马龙，比较危险。是。那我们看到当时日治时期拆不见天街的时候，我们看到信全家具这一间，它拆的时候，它后面它还是保留清代的建筑，但是前面就用一个起石的立面把它衔接起来。要不然它应该是斜出来的。对，那个屋顶的斜角的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因为它把它拆掉都磨垮，好像在做一个做一个立面。中山路因为以前只有5米宽，那当时盖房子的时候它是共同壁，共同壁的时候你在拆房子的时候就要拆得很高。对啊。对，所以我们来看到这边有个很特别的景象。有以前说这样子看线，对，因为它是有计划的造街，好，所以它盖的时候全部盖起来。我们看到这边，它拆的时候就很小心，所以我们看到它现在旧建筑还镶在新建筑里面。真的。对，所以形成一个很奇特的这个景象。虽然来鹿港呢好几次了，但是又更深刻了。
妈祖哦。哦，真的非常感恩。是，而且上一次带着舅舅呢，跟你妈那一集，可以说是我们从开播到现在有史以来最高的妈祖的庇佑，代表妈祖她本人非常喜欢看。所以今天算是来谢恩。对，而且我妈上次有表演嘛，身为儿子的我应该也要来一点献祭。对，要来唱歌给他听一下。不用，一起走 ，Go Go， 不用，已经很棒了。就后悔啊，这样子，诚意要够嘛。好，几个小动作 breaking， 地板动作弄一下，表示我们是个正头。对。那呢，我就把我的狮头拿出来。预备，开始，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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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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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噔噔噔。啊，诚意到了，可以了。我刚刚呢，舞龙、舞狮，对，舞猫头鹰，舞变色龙，舞掐地鬼啊！谢谢，我们的诚意有到了啦。是，然后再谢一下，妈祖你们，谢谢。感谢妈祖娘娘。如果真的是从头到尾2点多，对，大概就要叫真的正头来要来了啦。以前的演喜剧那个大蟒蛇我就来了，是要来了，我要从这边滚到那边。对，那我也要跳上去做青竹丝，很好。哇，就这里，哎，你好，哎 ，Hello， 真的为什么走进这一间？怎么说？刚刚我遇到一个老先生，手放在后面，他说哪里几岁？我讲我16岁。你讲你别更小。我跟你讲，我就是迄个石金玉迄个阿哥，我有3个后生，一个卖黑胶，一个卖牛舌饼，这个我第3后生，就有才情，就有成就的，你要入去甲看卖。我后壁你赚足多钱啊！好啦，那有无？那是你爸爸。哦，他每天就这样晃来晃去。他去吃早餐。鹿港这么多产业，为什么独选面厂？因为我们家本业就是做香嘛，然后因为外公他们是做糕饼，然后我就是把面茶的这个味道延续下去。但是我听说他们家是不放猪油，过去都炒猪油在里面，可是没有猪油就不够香。对，它就是低温烘焙出来产生的那个面粉的麦香，自然可是那不就是要炒很久吗？要很久，这是要2天的时间。你看，对，炒完冷却，然后再拌料这样。你来做面茶这个有家人有反对吗？有啊，就是一开始其实要做创意的冰品的时候，是有一点会怀疑说，怎么会做这种？它不是传统的东西。但是我的想法是，如果你要推广这个传统的东西，就是要用另外一个思维对去推广。小时候真的这样子，对啊，他不能吸太大口，会从鼻孔出来，对啊，会这样。但其实很喜欢吸这个米的，对，它就是以前的甜食。没有猪油，但吃起来也很也很香，也很足啊。它是比较自然的那个麦香味。原来有。小时候都会这样坏，对，不要浪费人家的东西。对，真的，但是比较香气也很足真的好吃，真的好吃。你们平常几点开门？平日12点。对，他看起来今天就是没有睡饱，你有觉得吗？对，因为我们现在大概9点而已。你先回去休息10分钟，我们等一下再转。在哪？因爸爸他们来买人，那个贵点嘛，那个头白卡生啊，过来困。不是好吃还好看呢对啊，这么厉害的名堂果，它叫什么名字？这个是亚米德。亚美德，哎呦，亚美德。老板，你讲错了，是霸烧亚米。对，他就想要亚美德，他今天就改，立马改。再跳一下，但是这一段不能剪掉。对，老板真实的名字叫做霸烧亚米德。霸烧亚米德。怎么会哑巴收呢？这样吃起来不会怪怪的吗？上面还有一个 V 烙，那是油葱的 V 烙。把什么都抓来混在一起，这应该是加海盐的奶油吧？卡士达，卡士达，对，好好吃哦。因为我吃冰哦，
会觉得我是北极熊，那整个人会是。哎，这个好好吃哦，北极熊。我觉得你们的卡士达，它有一点点烘烤过的香气，不知道是不是跟米得搭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一点烘烤的香味，对，很好吃。而且辣椒这样子点缀一下，它带一点点咸味，然后那种肉香，对，很赞。所以以前的面茶有油葱味啊，我们只是把油葱换成肉松，其实它也可以做成鲜的发展。这样就知道说他为什么没睡饱，因为他晚上都在做这些事情，就可以。麻辣面茶的麻辣，这就是米的烙，像那个传统的味道头导烙，但是就是用这个联想，然后外面换成面茶。这样很香哎。因为以前就是拜拜才会出现，然后我们这个是当做平常那种零食。它这个是面茶咖喱咖喱，就它把一些我们传统的那种小吃都慢慢的把它结合在一起。对，它是很刷嘴的一个零食。以前吃这种咸甜，然后香香的，它带一点咸味。这个我们有加里面微量的盐。这个就是没有加冰，就这样一直到一直吃的。对，其实这是最传统的面茶的吃法。里面就是面茶，对，然后上面是配料，这个就海盐奶盖。哇！它调的不会很稠，但是面茶这样泡起来真的有这种轻盈感，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单调，就是多了这些配料。真的好吃好吃，我觉得很用心呐，而且就是年轻人长辈都会喜欢。对，我们国中毕业旅行那时候有车子了吗？在西不是车子，是游览车。游览车，那时候也有火车了。火车听说刘铭传的时候就有了，他从基隆到新竹坐的第一段，喂，然后呢？我们当时呢就拿着枕头这样啪，枕头站，对，枕头站，然后老师就进来骂，那枕头是要睡觉的，我们就说国中生的枕头不是睡的，小孩子的笔得不是吃的，啪这样子。OK， 来，谢。等一下，刚刚外面有一个叫我们要炒他的米得是，还要炒米得哦。我想入股了，我还当老板吗？我们两个人当老板的还要后台看吗？已经是在炒的状态了，对不对？对，这样子其实真的还炒的还蛮匀的哈。其实以前选手工的话，我觉得就是没有滑走，对，没有，然后就是没那么稳定，在卫生的控管上面，还有在火候上，所以它下面是有火的，对不对？有火，是加温的，像是用小火烤大概5到6个小时，看天气，有时候可能要到10小时，冬天的话更久。哦，看天吃饭，大家都是，对，看天吃饭。我们没有了，我们是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在外面。对，我们这制作单位雨越大，是，赶快骑出去，赶快去淋雨，赶快有画面，有画面，对，所以不用让卡进来拿，他敢说我们就敢骑。哪边可以躲呢？躲哪里？你告诉我，躲哪里？我们看一下四周。躲哪里？这个雨衣好像都挡不太住了哦。这是什么单位？我已经检举，你也在从工。雨越来越大了，好开心啦！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嘛？对，已经炒好了，然后已经散热完了，然后我们要把它摇下来，然后再过筛。这个看到我几十年没看过。你有没有看过很多日本片？有没有？够准那也够准那。对。在炒的时候，整个温度的话，熟成大概快200度。哦，炒起来会200度，对，这样不会焦掉吗？所以是要用小火。一桶可以装几斤？这个120至快130。还好，微微哥哥今天有来。我因为还很有力气，真是感谢谢呢。不客气。所以这个炒完之后冷却1晚，然后隔天过筛，所以总共冷却1晚了。对。因为它还是会有静电，因为以前皇帝最喜欢静电的啊，对皇妃娘娘静电，越干燥的哈，对，它其实静电越厉害。如果你穿毛线衣，我就好拼，这个我就把这个拆掉，哦。
筛选，对，因为里面会有一个颗粒，吃起来口感不好。而且听说这个机器是大有来头。我们本业做香嘛，这个是制香的，这是塞那个沉香粉。哦，好的原料都是这样的，因为它是木头，你要过筛才会细。各位观众，你们家电视没有坏掉，是这个机器真的很吵。对。飞机降落了。哦。还是很多的，有一些杂质。对，那个就是面粉，然后它炒完之后，然后有一些是可能比较焦的。对，焦的。然后这个就是会苦会酸的东西。哦，去污纯精啊，口感才会好。非常谢谢老板。那因为鹿港有太多的这很厉害的这些传统，我们今天要一一跟大家分享。小奶奶，出发吧！我带你来看一个鹿港的月亮。鹿港的月亮跟台北的月亮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它白天就出来了。哦，真的哦。当然，嗨，月亮姐姐。哦，月亮姐姐你好。听说你小时候是在一个做渔业的家庭长大的。较早吼，算阮咱讲就是咧讨海，我就是咧钓，啊，算阮老爸伊10外兄弟啊，所有有负责掘虾膏，啊，有负责掠蚵仔、掠蛤蟆、食鱼、掠牛啊，跩嘿。啊，有啥物海底会使食？恁拢掠起来就对啊。啊，海里物件多啊，较早较无通食吼，啊，像你讲虾膏啦，你讲虾膏这部较早无人要除。啊，无人要除较早无人要除，较早。无人要爱食这。这较早虾膏实在是剩下的人吼，啊，就是先去掘断个撒盐、撒盐笃笃，啊，唔再撒起来，啊，再放咧。足咸的嘛，啊去盐再讲一只虾膏配3碗糜。哦，啊你就家己个发扬光大就对了。啊，算在这里搞啦。哎呀，咱鹿港的虾膏，即马较无法度很大只。哦，以前较大只，偌大只。以前算无人咧掘啊，啊掘个较大只啊。哦，啊即马，啊袂大就甲对啊，啊即马是即马人搁古母的，用母的用水灌落去，啊怎造出来？灌落种啊大细只就溶起来咯啊。安尼哦，既然是食芳芳食气味哦，啊你点那边的，啊我点这边的。好好。红虾啊酥，啊这是算咱西部的鹿港才有，烧煎在才有的。哦，这是啥物？虾猴酱，这是迄个虾膏鸡，鸡就是生腌，啊这虾仔鸡，虾仔鸡，这有这潮水虾。啊，你哪遮搞的？要做啥？有只我讲叫为着生活嘛。为着生活的。对啊，我即马简单介绍者，咱虾膏分公的甲母的。哦，是哦。这母的这一斤是1200，啊那这咧是用冷壳的，我摕互你看，冷壳的一斤2400，无共款我摕互你看。冷壳的，你有听到鹿港口已经来了。冷壳的，冷壳的。我才带你介绍，安尼咱再明了啦。这个吼，这就是咸青，这就是讲母的虾膏吼，这就一斤1200，啊这2400你看无共呢？哦，软壳的，根本都无共款。烫壳的。规尾拢会当食。对，啊，我咧做这罐的时候，就是将这头甲尾流用掉。干那厝中的这只有两个啊加脆，啊炒做酱。是安尼啊炒做酱，啊所有的唔敢食虾膏的人，伊这罐伊也敢食。加糖去味。像即马这虾膏吼，淋无介多。哦。即马淋啊。即摆淋一丝仔尔啦，啊较早是落水咧，较早金黄色热红咧。对啦，啊对对，佫会出油。时代无共款啊。对啊。较早大只迄龟皮，敢若乌鱼子咧。我们全家在家。是。所以大家还是爱护环境。对啦。啊这边他做，就加一下。好。哇，这汤越来越香。唯一的虾猴酱哦，要来呈现给各位。来，月亮姐姐，步骤是先蒜头再煎，吼啊料再炒煎。都有头诶。这好些头干，因为太冷咧，我头甲尾流再加掉。好，还是口感较无好再加掉啊？唔是啦，还是讲安尼，因为这冷嘛是，拢会食诶。拢会食哩，嘿，这拢无咧加掉，是讲我咧做虾膏前才有加掉。我一斤2000几就去加掉拍算，因为做虾膏前才有。啊，因为咱要录影的关系，所以我就做较
较大块。加一点加好啊！哇，你看捡起来就是这样子，底在两斤对啊，再芳，你看嘛，我真用安尼加有啊。哦。啊，有较大块，才有法当看到鱼，看到迄两啊吼。啊无，阮若咧做，我是安尼啊，我若咧做，我是安尼啊，我是安尼啊，因为咱咧铁袂问题，啊，所以我才第一加安尼。安尼就是安尼啦，安尼尔啦。话我咧讲话听无啦，嘿啊，话讲我毋知你讲啥物啦，啊我做袂晓讲，啊讲你咱若袂晓袂声晓讲哦。安尼较清澈啦，唔知着。我做完拿炒哈。好，安尼拿炒。我拿炒。它其实工很细呢，因为它这个不好剪。哦，啊，一个酱掺啊侪条哦。唔限定，安尼我算大概2 kg 啦，2 kg 用一罐啦，啊我无食侪项的啦。2 kg 用2契约，大概啊。大概啊，安尼炒的差不多啊，哟。哦，就拍的啦。系啊。煞要做这物件嘛，是该甘下本啦。甘下本你听有无？用本的该爱有迄个人工，爱个下个本钱。这个拢先撒好啊吼。嘿啊，头啊抓断水啊清气吼，啊水吼滚的顺，啊再落去用盐啊，一撮盐安尼，啊落去撒。啊无因迄有刷足济啊。哦，啊在水饺这变咯。好像咱做这下高就嘛是安，我是讲做是安怎樱花销咯，别位的拢会当做了做椰丝椒是安咱落上遐。那袂使，咱袂使，我就唔信。你著甲拼落，敲落。你看长变横。将咱落港物件带动出去外口，对无？嘿啊。为鹿港争光啊！嘿啦。好，安尼差不多。好，安尼用哩咯。我这达到了，嘿，我有拿达到了。安尼一罐卖偌济？10年前开发的高就300，今晚嘛是300。哦，无去个。无去，老遐人安尼有3顿通食着。真本真料。啊，这是啥物酱？沙地啊，内底搁一罐大地上的。哦，伊的秘方啊，秘方。哎，独一无二 ，Only 独一无二，独一无二 ，Only one。虾猴酱，哇，做香的越来越香。啊，你有老十岁无？啊，我讲迄少年，哦，要我欢喜哦。你看起来少年呢。你唔甘呀？我老了啊，我70岁以上了。真的可以哦，完全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哎呦，你哪里讲客气话？我做无啦。头一个红鹅肉，食安济，头一个红鹅肉。哦，啊，你今日两样煮较好食。嘿啊，无问题啦。路边摊来小我咩了，无咧蒸啊，无咧看行，你话凊彩含你合理。不能含糊啊！含你合理。啊，你用牙刀啊，牙刀。牙刀啊！那阿妈你买了包子，时间那里，你还买两个下规头卡。听得懂吗？月亮姐姐准备了月亮大餐，真的。这就是咱鹿港饼吼，啊加迄个虾膏酱。哦。它看起来很像那种牛舌饼，有没有？但它中间还蛮蓬松的，它有一点酥饼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姐姐炒的那个虾猴酱，带有奶味，比较香。那么厉害！对，啊，这是什么？是的，干贝。有贝的味道。啊，这龙珠啊。这龙珠。龙珠会有什么味道？猪，有猪味。有好猪哦。猴的味道，猴梅啊！来考试一下，看起来像虾子，对不对？吃起来像什么？吃起来其实没有太多那种虾子的味道，里面的那种虾肉跟虾膏的那个香气比较多，它有点比较接近螃蟹的味道。难怪它的酱比较好，这么好吃。对。这虾膏算无壳，这是一顶毛。哦，这一顶毛嘿。软河蟹的概念呐。啊，你食的这是母的。这是母啊，这么食干。这嘛母的哦，这嘛母的。这嘛正常做法，这肠粉落去煎。这我落去往咸的，都不同款。那个配酒是不是很厉害？对。超强。昨天晚上皮来2箱，皮。它那个壳有够薄的，难怪我刚刚吃，这个酱怎么也没有那种，大家可能先入为主会以为它会有那种虾壳的香气。我刚刚吃那个炸鱿鱼、炸鹅啊，香气都十足。今天又是满满的鹿港，我准备出发了。啊，你来讲到底来更，啊，都要出发了哟。预备，开始。小人来出发吧！你选定啦。车头还没开就走远，搁一摆，预备。少年爱出发吧！伊讲少年爱注意，好啦，安尼就好啦。出发啦，出来，搁一遍来。更要去，少年出发吧！
耶！所以来到了鹿港老街呢，你一定要呢，真的是找到那种传统最厉害的。哎，老板你好，你好，是总统府地方文化展彰化县货腰店，鹿港唯一哦。哇，有薄的跟有厚的，厚片的，对，是先有厚还是先有薄？先有厚片，才有薄片的牛舌饼。那后来薄片是我们自己研发改良成为鹿港第一片的牛舌饼。哎呦，特别的，你吃看看，这个是椒盐，然后这里还有，这个是什么？这是咖喱，有没有？都吃几口，因为它本身那么薄啊。就是现场做的，他们还是现场用煎的，它吃起来那个脆口的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你看有这几种口味哦，柠檬哦、咖啡、抹茶、草莓、山药、黑糖，这也是说在你这一代的时候开始研发的。对，我们72年就开始慢慢的研发，是慢慢改到有7个味道。老板，那我们应该吃一个厚的代表性的味道。可以。厚的跟薄的也都是一样要煎嘛。对，这是传统的做法，这个是老锅子哈，一般我们已经进烤箱了。那这个是原本做牛舌饼的锅子，呈现真的古早味。你不要看像这个小锅子哦，这个锅子已经有40几年，40几年比我还大，比我大好几倍。哎，对，它里面很软，对，软软的 QQ 的。放麦芽糖吗？麦芽馅，对。那刚才你吃的薄片就是没有包馅，古法好像煎过之后，它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干哈。我有吃到厚的味道，刚刚有吃到薄的味道。对，哎，真的各有千秋。那老板做几十年了，我们大概做了70几年了。好像呢，他们儿子呢，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要接了。对，他是第3代了。第3代。那现在他已经30岁了，是到现在准备来接摊子了。对，他现在开始也很忙，接这个会不会觉得辛苦？辛苦是一定的，对，但是就是要维续这个传统嘛。哦，有这个使命感，有心的男人。好，那我们来做饼了。是厚的开始，因为原本的话最传统的牛舌饼，就是说做起来会像这样子，软的细细的，软细的像牛的舌头。啊，那里面的馅料都已经包了，对不对？对，我们小朋友在这里包。一般的话，我们就把饼皮先慢慢推，就要请它往前推，是这样子，这样就可以的，就变成一个牛舌饼的形状。来，先尝试一下这个，大概2、3下了哦，要有美感哦。哎，对，慢慢擀，慢慢往前使力，那再转过来是翻面。哦，翻面哦。是。啊，往前推，慢慢推，慢慢对，啊。甚至这样子很厉害，这样子够长一点点，再这样差不多。老板，歪哥的那个会不会太薄？它不是太薄，它是太宽了。哦，跟我现在的身体一样。我这叫厚切牛舌饼。那等一下还会可以做一个薄切的牛舌饼。这是一个，这抹茶口味。对，抹茶口味，外面是没有，我们是首创的。那老板怎么这么优秀，会去想说做这些其他的那种传统产业？你要创新去研发改良。做饼的话也是要慢慢来，慢慢细心，慢慢做，耐心呐。对，慢慢好像 OK 了。哦，这样就已经。哎，这样就有了，有一点样子了。你看你的功夫被我学走了，没问题。你会不会紧张？不会，要传承。哦，这个手工的东西要传承。好，来，现在来薄的，薄的功夫就更厉害了。为了说它呈现说完美的话，我们就把它折4角形，压一下，压一下。那我们要慢慢去擀。哦。你看，这么薄哎，这么薄哦。薄，很容易就会破，而且它还会可以透光的，而且你不要看那么薄，里面还有6、7层。哦，对，吃的时候就有好几层。对，它有层次感哦。所以呢，看似简单，这块是蛮特别的哈，那这块是竹炭牛舌饼。哦，竹炭的。对。哎，好像蛮厉害的哦。稍微还是会透光，因为它是黑色的。对，还是透，哇，很厉害哎！而且我说我自己是，我本来就是对，没破，对。你的厚脸皮跟厚的一样厚，我的薄脸皮跟我的薄的一样薄哦。
感受度，就知道说，虽然说传统有传统的好，对，但是还是在加入一些自己的一些心意哈。对，创意料理就来了。创意对。那老板，我问你，像我刚刚就看到一个客人要来买，那就不好意思，我们现接那个要再等稍许的一些时间。你为什么想要说要做这样的坚持？那传统呢还要一个传承，一般现在要搞烤箱进去的，但是不像我们一样坚持每天就要先做先卖，不像一般说啊我去工厂啊做了一大堆出来，等它不新鲜而且不好吃，而且手感的跟吃的。跟机器做的完全会不一样，对，都是情感，堆叠出来的。是，你要慢慢一步一步去走，才能走出真正的鹿港味。太感谢老板了，谢谢。笑腾你，先把你的那个放下来。对，笑腾你，出发啦！喜欢我们驰骋都市传说乡间的旅行风格吗？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加上小铃铛，快点！